大家好，我是吴健，很高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你从来没有想过发生的事情。你既然可以自己写出一个 render 的外挂引擎，而且完全不需要学会任何程式背景。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左边这一块，你看，这是我们原来在 Inkscape 简单输出的一个画面。这画面其实拿来沟通还行，不过就是少了很多光线，少了很多折射，少了很多有的没有的一些细节，并且这个其实还在处于刚申请完建造的状态。那马上来看右边这一块，我直接做好了这个 render 的引擎，并且跟它描述背景、描述光线的追踪、描述一些细节，结果它就可以出现这样的品质。同时我还可以让它变成 2K 跟 4K 的变化。如果你想学，接下来不要忘记，因为继续我会跟大家来分享怎么样把它 run 起来。记得按赞、追踪，我们持续来发展。接下来我们接下来看下去。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做了几个可以变化的这个内容，所以我们重新来开一个新渲染。我们先找到我们要的这个画面，这是我们的底图。好，那我们先把这个缩下来哈。那你看这个底图，我们到这边来，我们把画面用小一点点。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给它一个风格参考。我们现在可以不给它，但是重点是我想要给它一个内容在这个地方。我们写的这一段，希望可以让我的 AI 看得到这个内容，所以我把它贴上来之后，按分析渲染风格，这是我们做的哦。那分析的时候，它就可以开始去找这个内容。好，那它会帮你把你的文字先抓出来。当然，我现在还没有给他我的其他的画面哦，因为我还没有跟他讲我大概想要怎么 render 嘛。但我先给他分析，他会先有个 prompt， 可以把它先抓起来。OK， 好，所以这边有整个地方他都帮你写好了，很完整的把这个写完，所以你可以先把它 copy 起来。但是我现在觉得我还要编辑一下，因为他还没有看到我想要的风格，所以我找一下风格地图。我觉得这个案子的风格，如果我能够呈现出这种光影效果，应该不错。好，那我想要这样子，我再让他分析一次。那你看到他分析的时候，他就会把刚刚的案例抓起来，并且植入到你要的这个内容，把它整合在一起。这个效果其实会比较理想哦。我一直都希望我们自己公司在 run 这个的时候是这样 run 的。我也希望能够让别人在学习的时候，我们的学员在学习的时候懂这个逻辑。好，他现在已经有给底图了，而且他有做几个动用。那我们来去做确认，开始渲染。好，你来看哦，这边已经看到我们 render 完了，你看出现的效果就已经完全不同了。把这张图拉过来，但是基本上它并没有改变你太多东西。这其实在过往要做这个是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并没有办法想象说原来可以自己写出来。所以现在你看我继续哦，我想要让它的这个后方的这个内容重新再走一次，那我回来再开始新渲染，我可以再设计裁上我们这个刚刚的底图再一次。然后呢，你给它这一次的案例，我换一个案例，比如说刚刚你看它前面有这个风景，对不对？我不要让这个，刚刚是这个，我来找一个这个画面的比较干净的，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跟他讲，然后让他去分析风格，他会去抓取你的图片的风格，然后并且抓出你的字的重点，把它两个组合在一起，再去做这个处理。我们来看他会发生什么事。好，你看我跟他讲请求在这里，然后他也理解了，我要黄昏的美感，我要建筑光线、实在光影，好，然后前景元素等等一些内容。事实上，我写的这段话是非常非常 rough 的，很像自然语言一样，可是它却可以帮你做成这个动作。然后我已经设定好了该有的东西，然后开始去做这个所有的事情之后，一个一个开始走，然后确认开始渲染。你看，它已经从这张图直接拉过来这张图，这个基本上是基本完完全全依循了我原来的底图，而且它还帮你重新拉了一下角度啊。我们下载的时候可以选择下载 2K、4K， 我们先下载 2K 来看看它的放大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它直接已经到了一个比较高的画质的状态，而且它把这个我们要的这个画面的感觉都全部呈现出来了，这是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发展。而且我们其实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去做其他的改变，我们只是自己写了一个简单的外挂。我们来看看外挂是怎么写的。好，那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杂的过程，它没有那么简单，当然也没有那么困难，所以我们直接来开一个 AI Studio， 大家基本上也就是要有个 Google 账号。打开 AI Studio 这个内容，那 AI Studio 呢，它会问你把这个旁边打开哈，我们先把画面拉开一点。这左边呢会有问你的 Build， 你可以自己做一个，那你可以 Start from the Template， 这是你可以这样处理。那这边呢，因为其实我们原来已经习惯用英文了哈，我先把大家输出成这个中文一下哈，所以我们先让它可以基本的翻译，让它先把它翻译成这个中文，方便大家可以去看哦。因为
这个在 AI 里面，毕竟它还是用这个英文会比较简单一点，直接很单纯的跟他讲，如果我也想要建造一个我自己公司的 render 或者自己公司的一个简单的东西怎么做？我先跟大家简单加一个架构，但这个架构之前呢，我觉得我建议还是比较偏向这样子的做法，就是我跟他讲我要做一个 AI Studio。平台第一个，它有几个重点哈，重点有以下几点。好，它就会帮你做一些一大挂的东西，所以你前面这个几个东西跟你自己有关哈，我觉得还是跟你想要为自己公司做什么有直接的影响。我现在先用这3个跟大家作为准则，但它等一下会帮你做 structure， 很重要 ，structure 的 response 很重要。好，你看到这边它已经开始讲这个内容了，所以他已经帮你写好了这个东西，那你看这边就大概做了这个内容，那你看看 O 不 OK？ 因为他给你2个范例，那这边有范例啊，第一个科技办公场的范例，所以你现在给他的这个重点是 Plain Text， 你先把这个抓出来，然后把这边直接贴在这个地方，然后开始走，他会不断的帮你开发，然后开始去做这个 Gemini 的一些 prompt 的一些细节，开始有了，你看到？好，所以你看这边他开始帮你写完之后，直接可以看 preview， 你可以先用 preview 来看你现在做出来的东西效果怎么样。我跟各位说 Canvas 还是没有像这个 Google AI Studio 做的这么漂亮，这么多细节，所以我还是建议如果你真的想要认真做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做。你当然也可以去看他的这个 source， 他的一些经历，他不断的在进行除错跟自己的处理，这种 AI agent 真的是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它已经出现这个内容了。那你这个时候你跟他讲，我不要英文哦，请帮我都做成中文。你可以直接这边写，他就开始会把你这边全部做成中文了。那这个非常方便，你看，他现在给你几个步骤，从 context 到 design accuracy 的 control， 然后他会给你生成出最后的档案来。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他现在已经帮你做出网站，你可以不断的加入一些细节来，让它变成你要的内容。好，你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事情已经出现了这些内容，他把文字写好了。那这个时候我现在再加入一下，把它的几个步骤拉进来，并且把它加入我们公司自己的名称，你都可以做，因为它就是个网站。你可以把这个网站拉大一点，看看它的画面的变化。等一下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在它在继续更新的时候，我们就来测试一下啊。我想要给它一个来源图，我们刚刚找了，就一样这张图。那画质啊，等一下开始描述这个细节了。很好的描述细节，情境故事。现在我都不做，他已经写一大堆给我了。设计准确性，跟他讲，我不要清水模，我要一个这个涂料，白色涂料。好，这样子，然后这个最后的这个细节，那我们关键词呢，我们也把它给输入进来啊。这边有我自己打的以前基本内容，然后让他去试试看。你可以看到这边已经出现这个成果，那你看它现在已经有生成了嘛？那我必须要跟他讲，我需要下载啊，因为他没有给我下载档案嘛，所以我这边给他讲一下要下载的内容，让他去跑。那我可以下载，不过你可以看到刚刚这一个画面到这里来，我们才经过多久而已。你有个底图之后，已经截然不同了。如果你今天后面能够直接做一些变化，你其实可以直接这边讲你要的东西，因为我现在讲背景为山脉嘛。如果背景为草原呢，或者背景建筑物的乡下地方呢，矮房、平房呢，都是可以做做看的。好，那当它更新了之后，它会出现新的内容嘛？我们继续再跑一次刚刚的内容哈，在这边。那我强调一下，这个下面这一段建筑物关不要变。那我希望它这个一样的这个关键词在这个地方。那这边完成之后，我们来继续生成。好，你看现在就有了，而且我们可以直接这样下载，我下载 2K 就好了。这个画面下载完之后，来打开看看，我也可以看到刚刚的画面，你有没有很有成就感？你自己给它一个底图，透过你自己所创造的程式，创造了一个平台，直接阐述出这样的一个结果，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开心的一个事情。因为接下来你就可以为自己的公司弄，所以等一下看完就开始来试试看。那不是只有这样子，因为这样子只有一个东西嘛。那我今天客户可能会有不同的内容，所以我们继续再给他加入个内容。跟他讲这个不同的风格，你可以继续输入一些不同的状态。我要木质调的，那我就开始来去做下一个 prompt 的输入，一样没变，但是我在这个地方的 prompt
改成木质时光外观，因为我刚给各位看的这个内容，各位要记得我们最终还是要排版回来嘛。那排版回来的话，你一定要能够排版回来，能够知道说我这边大概有哪些图要处理。那我们刚刚的图在这个地方，那你需要3张图加1张主图嘛？你自己选一张最喜欢的，所以我们先把它收下来，继续来看。所以这边第1张我继续来，继续生成。好，那我继续在写，在它 render 的时候继续写几个不同内容。好，你看这边已经出现木质时光外观，你看它直接把木质直观抓进来了，这个非常有趣。我先把它下载到更大的试试看，到 4K。好，那除了木质之外，我也想要让它出现个格栅的效果，所以我一样给它个格栅，我就让它生成。各位你可以回想一下如果过往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是非常麻烦，它不需要不断的进出，现在我们只要做完一个东西就可以把它抓出来了，那你就可以开始呢来做前面的回导，等一下就可以拉进来去我们的图说里面处理，是非常好玩的东西。你看它出现格栅的效果，我们一样把它下载高画质一点，拿过来再一个玻璃砖的，然后让它跑。你一定很想要拿了这个案例直接用，所以我答应各位，等会我就将这一个把它开放出来，在下面留言，留言之后，我们会在那个描述栏上面去写你要留言什么。留完言之后，我就将这个的连接直接私讯给你。要记得你看玻璃砖外观也出来了，一样我们把它下载下来。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刚刚这几个画面，玻璃砖也有了，然后其他的包括下面的那个内容，我们都把它抓出来。然后现在我要开始把它抓回去我们原来的档案了。好，现在我把它抓回来了，那我现在知道我大概有哪些东西要处理的，所以我们先将我们觉得比较理想的，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拉进来。那这个东西大概就是我觉得比较完善的一个内容嘛，所以这边我先把它拿掉。这里有一个比较接近我们这一次设计要出现的结果，因为它也比较接近我们原来的设计的主轴。但这个之外呢，我再给它一个同色的，因为它有不同的时光嘛，那白天跟晚上的时候出现的效果不一样。所以这2张图已经处在这个地方 ，OK。那当然它可能会有一些角度的不同，这等我们再来做处理就好，这小事。过来就是我们刚刚 render 的那几张不同的样式，来，你可以看到抓进来。你看我抓 4K 的时候它特别大，进来就非常清楚，所以你根本就可以拿它直接帮你做范例，放大缩小了。这是玻璃砖的样式，然后再来还有格栅的，这3个都是不错的结果。所以你这边就有3个不同内容，那你开始要写设计说明了。这大概是比较接近的东西。来，设计说明怎么做？很简单我们回到刚刚的 Gmail 这边去，这边，那你跟他讲，你把这张图抓出来，请为这个设计写出设计说明。好，你让他帮你写，你一个个把它输入进去，然后等一下这个东西可以给他不同的内容。他在跑，继续让他跑没关系，我继续输入下一个，背着等他走完之后，你就可以把这设计说明抓进去。当然你可以限制他字数，所以你知道吗？其实我还可以怎么样做？我还可以在这边说，我可不可以让他自己直接产出设计说明啊？好，你看他开始在走这个内容，我们这边字现在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跟他讲，我只需要让他浓缩为100字，重点。它浓缩完了，那我们也等一下直接丢到我们的 AI 的那个 Studio 里面，让它直接每一次产出图出来，就给你设计说明，这非常方便，你一定要拿起来用，这实在是直接帮我们很多工作流的阶段把它处理好了。你看，好，有了，这个是它的浓缩的100字的内容。那我们现在回到刚刚的这个 Studio 这边，跟他讲，那我这边就请他输入图说的时候给100个中文字，我们可以写100到150个字然后再把它重新处理。你等他一下，让他继续去修改。不知道你看到现在有没有跟我一样兴奋就是 AI 在 run 这个整个的内容的时候，把我们整个 BIM 工作流又往前推了一步。虽然我们最终还是要用这个整个图去管理整个的模型，是很好用的，但 AI 这个时候是非常有效的在帮我们推一把。记得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觉得很不错的话，记得赶快按一下爱心，帮我们鼓励一下。我不断的在测试这个 AI 跟 BIM 的组合，也在测试我们工作流的发展。这其实是个非常值得大家不断一起探讨猎奇的一个内容。好，你看它已经改完了。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它一个刚刚的画面，再给它一次，这边这么地图。那你跟他讲，我们想要木质的瓷砖外观，跟他说，我们来让它生成一下。它这个画面呢，打开之后就像这个状态，你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给他的指令是清楚的，你看他连玩具都放上去了，那后面的柜体大概已经装好了，然后上面的植物也装好，前景的植物也装好了，车子后面的3板也是很清楚，他连后面的这个平面都还做得蛮好，很真实，你看灯都会亮。那我们来看他这边也给你的这个设计说明，所以你看这个完完整整的直接让我们可以拿来用的。我觉得这张图更加的详细，比刚刚我们做第一次的图更加完整一点，所以我想把它拉过来这边放，甚至我都想要把它给拉大一点点。所以这个时候我可以将这个透视图的这个立面把它缩小一些些，不需要这么大我就抓100就够了。我只需要强调一下它的底图原来是这样就够了，不需要那么的大。但我反而刚刚这张透视图更大一点，所以刚刚这个文字呢，我直接抓进来给它，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的这个文字现在就已经有了。然后我们把它给拉宽一点点，设计说明直接一次搞定。看到这里，应该可以感觉到这个东西已经完全不同了。接下来还不止这样子，我们设计说明这个是有分一些细节的，所以我们可以去调整嘛。我们刚刚知道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是有给我们主题的，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主题的话，当然就简单，我们把它输入主题就好。那这个主题呢，在这边我们可以选大一点点的，有看到这边就有了这个内容。等会记得在下面留言啊，我们在叙事栏会跟大家讲你要留什么哈。留完之后留言。给一些心得，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私讯给你。当然，一定要记得加入我们来看这边又有了，我们抓回来，继续把它给输入进去。所以你看，我们刚刚文字已经有了嘛，我把这2个抓进来，这边有了，那过来再给它下一个格栅立面，一样没变哈。我们把不同的这个内容呢，都把它抓出来，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完整的简报了。而且其实这个客户在跟你讨论的时候，他可以完完全全充分感觉到你在语言架构上帮他怎么样去调整出来。而且重点是你有故事，故事其实是一个很能帮助我们去跟客户沟通的一个开头。好，那在刚刚我们这样测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直接解决了这个内容啊。那我还故意的给他说要换，你可以看它是可以换车子啊，这是很酷。我们先把它下来。然后我们将这个内容把它给载入下来。好，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我要做格栅的是这个，我现在换了一个了，让它可以快速的看到它的内容。好，你看，那刚刚这一段呢，这边就有这个文字了，那你可以将这个复制上去，这样子整个设计的图说都已经完成了。这其实已经等于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有想要好好的让你的设计成为一个可以叙说故事的内容，再加码跟大家讲一下，像这一块，如果我们的设计内容其实是有储存方位的，然后我们来去给它做一些标注的材料，在 BI 里面最方便的就是这件事情了。你可以快速的标注出你要的材料，如果你的材料当时就已经有写你的这个内容，你就可以轻易的将你这个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把它抓出来，包括这个玻璃啊、细节啊，或者是这个有什么样的涂料，你都可以真正表示。那这样子你的这个设计说明就会更加的有说服力哈，让你的客户可以跟你产生一个结果。我们来输出这张图给大家看看，来各位看看这整个的设计说明、设计的内容，透过我们这个内容一个一张一张图都已经出现不同的效果了，而且我们可以把它弄得非常的真实，到晚上都有。今天这个分享到这里，那希望大家在今天这个整个的架构里面可以理解，其实从 BIM 的底图到设计说明，还有到创作 AI 成为自己公司的一个主要的平台，你可以自己制作外挂，可以自己制作你想要的功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东西。在 AI 来临，有 BIM 的组合，一定是你基本的跳板，会非常有效果的，可以帮助你把整个图说串成一个工作流。期待大家可以跟我一样一起发展，一起应用。如果有什么问题，记得在下面留言。然后你想要这个直接可以拿来用的模板，没问题，我们会请大家在描述栏做一些基本的回应。非常期待跟大家来继续交流，谢谢大家。